美新知。上次講到那個內輪廓，我們把它分成上半部哦，就是我們的眉弓，還有我們的額結節、我們的大溪。內輪廓呢，中半部這個地方呢，代表是我們的 OG curve。好，就包含我們上次提到了毛明文的這個部分，後來又提到了這個內輪廓線的下半部。好，內輪廓線的下半部呢，就是關於我們的嘴邊肉哈。在我们前面幾集呢，我們有講到這個關於嘴邊肉，還沒有看的趕快去看，因為嘴邊肉其實比大家想的複雜，所以嘴邊肉呢，我們有好幾集都在談論它。層次產品對位，劑量精準觸眉，沒效的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我們知道內輪廓嘛，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到這裡到，大家以為就結束到這邊，結果沒有，嘴角。好，嘴角上揚呢，也是內輪廓很重要的點。我們看芊芊呢，你看他，他的這個內輪廓到這裡，看他嘴角是維持一個上揚的，看起來就很開心。每個人都這樣子，像一些獨裁的人啊，或者是像一些每天都很不爽的人啊，不快樂。那我們怎麼嘴角上揚呢？嘴角上揚是有方法的哈。手術當然呢可以用切的方式來用哈，不過有些人就比較怕會留疤，特別是東方人怕留疤。但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你做到嘴角上揚？哦，它是有方法的。那既然講到嘴角的，那我們今天也順便跟大家聊一下嘴唇。啊，嘴唇呢其實很重要，特別是對女生特別的重要。像乾癟的嘴唇，看起來就也是不開心。所以嘴角上揚不是單單嘴角而已，我們要考慮到嘴唇。那一個飽滿、一個性感的嘴唇，就會讓人家忍不住想要親它。然後我以前小時候，我都覺得自己嘴唇很厚，還好吧？對，我是長大以後，有時候女生還打嘴唇說：“張怎麼跟你一樣？”我還知道，可是為什麼都沒有女生親我？好問題。為什麼我要親我兒子、親我女兒的時候，他們都滿屋子亂竄？我要親我老婆的時候，她說不要吵，我要去忙，趕快逃跑。所以每個人都覺得孤單寂寞的。好，回過頭來講，我們今天在講內輪廓線的最後一個章節，我們的嘴角上揚，我們的嘴唇。好，那講到這個嘴唇呢，大家一定很常看到一個東西，就是說嘴唇呢跟上唇跟下唇呢，它有一個比例在，有聽過嗎？有聽過嘛？對不對？好，我們最常聽到很多，大家如果去看什麼小紅書啊，有的沒的都會寫什麼1:1.6。這個1:1.6，你會發現這個比例很常聽到。很長。它就是自然界的黃金比例。然後我們之前也有提到關於它的這個1:1.6的一些比例，有沒有？我們之前也會提到哈，嘴唇也是有這個1:1.6哈。好，我們之前在提這個面具的時候，不是有提到嗎？哈，那個可是我說了，這個是針對歐美人的。1:1.6指的是上唇是1，下面是1.6。這個是歐美人，可是如果是在東方人，因為東方人臉通常比較圓，沒有像西方人比較鼓，頂角分明，所以如果你是這樣，怪怪的，甚至你會覺得這個怎麼嘴巴合不緊，對，有點往外翻的感覺，所以1:1.6並不適合東方人。這裡有一個比例，好，如果是亞洲人啊，亞洲人還有分哦，比如說東南亞那邊，他們下唇厚一點是可以的，好，所以它甚至是1:1.4到1.5都可以。可是如果是華人，一般啊。上下唇只要1:1.2、1.3就好，就是下唇微微比上唇厚一點。好，所以有的时候有些醫生說還沒有經驗，但看着教科書什麼這樣打出來，就想哎呦，以為他嘴巴香腸沒有吞下去。所以比例很重要，我們要先知道。第二件事情，嘴唇，好，嘴唇，我們除了比例很重要一個東西就是形狀，嘴唇的形狀也會影響到你是不是有帶給人家嘴角上的感覺。我們知道內輪廓到最後這個地方一定是要這樣上去，而不是這樣下來的。嘴唇好，那嘴唇呢其實有分幾個我們常常見到的唇形。好，我們的唇形我們大略可以把它分成所謂的 M 字形或是花瓣唇。好 ，M 字形或花瓣唇，好，那或者是一些这個比較飽滿的一些嘴唇，我等會一個一個介紹。但你先要有一個概念，就是如果你的臉是比較圓的、比較大的，我們會希望你的這個嘴唇的稜線是比較分明的，嘴唇的稜線比較分明的。好，我們來看哦，這個是我們的上唇跟下唇。那其實嘴唇呢，嘴唇的這個邊緣呢，就是我們所謂的稜線。那通常上唇，我們可以看到上唇它是一個這個樣子的形狀，這個樣子的形狀是不是很像那個弓的形狀？那這個嘴唇的這個稜線呢，就像丘比特的弓。好，所以就像那個愛神丘比特弓有一個這樣的稜線的一個形狀，又很像 M 字形。好，那通常臉圓的人，我會希望這個邊緣感會比較明顯，上唇跟下唇的邊緣感比較明顯。那這樣子你的臉呢？會搭配起來，會讓你的臉看起來沒那麼的圓，會比較立體感。相反的，如果你的臉呢是比較方的，
有稜有角的。這個時候，我們希望你的嘴唇呢是比較圓潤。比較圓潤的意思就是說，不是強調在稜線上，而是強調在我們的這個紅唇部上面。好，再來，如果你的臉呢是比較長的，你的嘴唇這個時候就稍微厚一點點，寬一點點，讓它的比例在整個臉上可以明顯一點，這樣呢，你的臉看起來沒那麼長。相反的，如果你的臉呢是心形的，是瓜子臉的，我們會希望呢不要给人血盆大口的感覺。好，這是概念，我們一個個看。我們现在看一下 M 型唇，好，什麼叫 M 型唇呢 ？M 型唇呢，你看這個是上唇跟下唇，這個指的是上唇，就是上唇的邊邊，這個呢指的是下唇的形狀。好，你會看這看起來上面是一個 M， 就是我剛剛說的丘比特弓，那下面呢看起來的又看起來又像一個海鷗。好，我們來看哦，這就是所謂的 M 型唇哦。你看，這就像丘比特弓，又有點像海鷗展翅飛翔的形狀。那它就會很強調什麼？它的邊緣感要很明顯。邊緣感很明顯，所以適合在圓臉啊，或是希望你的臉呢唇形是比較立體的，搭配你的鼻子下巴，可以讓它看起來比較立體。希望你的中臉立體一點。我們知道臉遠的人或是臉比較大的人，我們會希望中線比較立體。這個時候我們會很強調要打出唇的邊緣，唇緣的這個邊緣。所以這個時候在施打的技巧，我們就會沿着這個邊緣打。好，那大家看到這裡面就有另外一個重點哦，這個 M 型唇，它發現它的尾端嘴角就要上揚。所以我們在打這樣的嘴唇，除了要把邊緣打出來之外，我們也要把這個嘴唇上的感覺打出來。那打出來不是單單靠打在嘴唇，它有一些技巧。其中一個技巧就是，我們有時候就要在嘴唇跟墨紋中間這裡也需要做一點填充，把它稍微微往上頂。往上頂，這是第一個技巧。事實上 ，M 型唇非常適合東方人，因為東方人臉大部分都比較沒那麼立體，跟西方人沒那麼立體，也比較圓一點，所以 M 型唇是普遍的，是最多女生喜歡的。還有一個技巧哦，除了我們剛剛講說要打這個唇緣，還有打這一塊之外，我們的這裡這一塊什麼位置呢？來，我們來看一下哈、哦。我們剛剛說要打這個 M 型的丘比特弓，在這一區，我們會刻意在我們的這個嘴角跟我們的人中間這裡，我們會打一點點的玻尿酸。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技巧，因為當我們這裡打一點點的玻尿酸，我們就可以製造出這裡會有微微往下的感覺，於是你的嘴角就會有這樣翹起來的感覺，就像芊芊這個樣子。好，但打這個就有點技巧，因為沒有打好，這裡會有兩朵，很奇怪，所以它打的位置就很重要。那打在哪裡呢？不告訴你，你打你就知道了。好，下一個呢，就是所謂的這個花瓣唇，又有叫心形唇。好，聽不懂是什麼意思？我們直接看圖啊。簡單講就是它很強調唇珠，你一定有聽過一個說法，就是3點式唇珠。3點式唇珠，3點式唇珠，它打出來就像是不是像一個花瓣的形狀？它就很強調這裡要有一個唇珠，這裡要有一個唇珠。這種花瓣唇呢，它打出來呢，會有一點集中的感覺，會讓人覺得它嘴巴變得比較小。好，因為它不是像剛剛我們在講的 M 型唇是打邊邊。打這個區域，打我們的嘴角，那它會讓它的稜角比較分明，比較立體。可是花瓣唇它集中在比較中間，尤其你打完嘴唇又比較紅潤，保水度變好的時候，就會覺得看起來怎麼樣？櫻桃小口。但是要注意，有些人不適合打啊，嘴凸的人不適合打，因為假設你本來就嘴巴就凸啊，打完3點會更凸，會有點像那個哆啦 A 夢裡面的阿福。現在還叫阿福嗎？小夫，小夫，我們是老人。嘴凸的人呢，有时候我們就不要打這種花瓣唇，好，因為所以每個人在這個上好看，在另外不見得好看，因為打完以後會變小夫嘴，看起來反而會很奇怪。可是這樣子的嘴唇呢，它特別就是適合如果你想要有集中效果的人，你想要讓他臉看起來比較這個沒有血盆大口的感覺的人，打這花瓣唇就很誘人。那當然還有一些綜合的方式。好，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微笑唇，微笑唇呢，其實重點呢就是我剛剛講的嘴角要上揚。還有一種呢，就是歐美的豐厚唇。歐美豐厚唇特別適合什麼？適合你的臉呢有稜有角，顴骨比較大的人，臉下頜比較寬的人，鼻子比較立體的，像歐美的人。這種施打技巧不一樣哦。我們剛剛在打的時候，一開始 M 型唇它打的是橫向。有沒有發現我橫向的打？不管是你的唇峰，或者是你嘴唇的唇肉，或者是你的嘴角，它是有點橫向的打。花瓣唇、心形唇就是花瓣唇，它打的強調是中間3點唇珠。那我們剛剛講這個歐美的唇，它打的不一樣，它的施打方式是有點類似垂直你這個嘴唇上小小的細紋，那它打出來的感覺呢，就會變得很飽滿、很豐厚。但是記住，這種嘴唇呢，就是特別適合你喜歡歐美風的人。
如果你不是那種有稜有角，你臉很圓，或者是你臉呢比較大不夠立體，你打完這種豐厚唇，那會給人感覺是血盆大口。哦，所以不是每一個人看到哇嘴唇好性感就打在臉上的事。像這種嘴唇如果是打在肉臉上面，你就會覺得哇香腸嘴啊。所以我們要分辨這個就顯得很重要。那講了這麼多，我們都一直在講用玻尿酸在打嘴唇，去塑造那個嘴唇，我們塑造我們內輪廓線最下方的這個部分。你知道肉毒也可以讓嘴唇翹起來嗎？放鬆肌肉嗎？對，可是很特別，對不對？這個用肉毒施打這個技巧呢，這個大概是3年多前發表在國際論文上，他們就在嘴周，因為我們的嘴唇旁邊有一些口輪匝肌的肌肉，那我們打很微量的肉毒在上面，它就可以讓它嘴唇微微翹，可是這個劑量非常少，因為如果多的話，嘴唇會閉不起來，它會流口水。那這一種施打方式還對一些年紀比較大的人還有一個好處，可以同時改善口周紋，就是那種破紋。好，所以肉毒也可以封唇哦，沒有講到吧，對不對？好，還有，我們既然已經講到了肉毒可以封唇，就要講到我們嘴唇旁邊周圍的一些構造，也會影響到你嘴角是不是有上揚。其中呢，有2個肌肉很重要，首先是黃色的這個肌肉叫做降口角肌，降口角肌當它往下拉的時候，你口角會往下。有一些人他平常已經習慣了，或者這個肌肉很強。好，或者他平常就是要做出非常深沉的樣子，这樣。那我們這個時候怎麼樣？我們要打肉毒，打在這個降口角肌上面。打這個降口角肌的這個，我覺得是非常簡單，超級簡單。可是有很多醫生是不敢打的，因為他怕沒打好，嘴巴會歪，會這樣往外一邊，因為一邊有放鬆，一邊沒放鬆，它定位不準嘛。很像中風。但這個是有技巧的哈。但這個技巧就是我不告訴你。如果在看的醫師想知道，就趕快來參加解剖課啊。有方法可以100%準確的打到降口角，而且非常安全。好，那講到這裡呢，就還有另外一個肌肉呢，比較少人會注意到，叫做降下唇肌，是下面這一塊，下面這一塊叫降下唇肌。好，我們來看啊，Elon Musk，現代鋼鐵俠，你有沒有發現？來，我們看他嘴唇下面這有一塊東西，有看到嗎？這有一塊東西，這不是每個人，你看芊芊他這裡就沒有這一塊，你看我也還好，但是你看 Elon Musk 這裡下面有一塊三角形這一塊，有的人超級大哦。所以大到有的很大哦，就會以為那個是嘴邊肉，可它其實不是嘴邊肉，所以那個靠拉提是改善不了，那個也可以打一點肉毒，因為這一塊很大塊的肌肉如果太大的時候，你有時候你會有一個感覺，因為它是一個三角形的這個肌肉，那當它很肥厚的時候，它就有一個這種感覺往下的感覺，所以它也可以打肉毒。除了這些會影響到你嘴角的上揚，我剛剛講會影響到嘴角會上揚本身嘴唇的問題，嘴唇旁邊肌肉的問題。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構造會影響到你的嘴角的上揚，就是嘴邊肉。大家還記得嗎？我們前面幾集講到嘴邊肉有分3型，好，其中第1型跟第2型，好，第1型，大家會覺得我很自戀，他會發現我們的網站很多都是用我的臉做3D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為什麼？因為有很多診所，包含很多大陸那邊在做一些廣告，都拿我以前的醫學論文，或是拿我網站以前做的影片去用。像前陣子那種什麼盜版的什麼無痕筋膜拉皮啊，那種假筋膜拉皮，他就拿我醫學論文上面的圖去用，然後他們其實就是做簡單的拉筋，然後騙人家說他們做的是拉皮，所以我後來全部都改用自己的臉，隨便你盜，反正都是我的臉。那我們的嘴邊肉分成剛剛這3型，有看到嗎？1、2、3型。好，那其中呢，第1型跟第2型的嘴邊肉，它靠近嘴角，所以当它往下掉的時候，它也會讓你嘴角往下拉。好，那第1型跟第2型的嘴邊肉，我們偏打第一波效果就比較差。那這個時候就要用到深層的埋線才有辦法。深層的埋線就像我們八字線這樣才有辦法去處理掉這個第1型跟第2型的嘴邊肉。你想想看哦，這個嘴邊肉如果很重往下墜，你的嘴角當然就會跟着往下。所以除了嘴唇本身的問題，除了這個旁邊肌肉問題，我們還要把這個嘴邊肉問題一起改善，你才有辦法做到嘴角上揚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講這個我們內輪廓線的時候，我前面幾集先跟大家聊嘴邊肉，然後這一集才來聊嘴唇的問題。好，那嘴邊肉我跟大家提這個概念，大家想要去詳細看嘴邊肉到底是怎麼分型，到底怎麼處理，趕快回去看我們前面那幾集。好，如果各位覺得我們今天的這個節目對你有幫助，歡迎私訊給我們啊！如果你覺得這些對你的朋友有幫助，趕快把我們影片傳給他們看。好，你傳給他們看的時候，跟我們小編講，我們小編會送你電子版的一本著作，叫《微整聖經》，對於你求美的路上會很有幫助。好，那大家在做任何療程之前，一定要充分了解這些知識，才不會被糊弄。哦，因為沒效的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拜拜。
因為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哦。